现在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适合结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少的。你看有一大部分的女人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事儿特别多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她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有的男人真的是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你们看看现在是不是这样？越来越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标明，男生们真的是在动真格的了。他们现在不愿意追求女生，也不想结婚。有人说现在国内的男生正在进入一个自杀式的单身和报复性的不婚状态。男生们对女生的态度是这样的，你不是难追吗？那我就不追了，行不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也不做舔狗，看看谁活得更潇洒。你不是生育警告吗？那我直接不生了总行吧？我不愿意被人拿捏着，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未来养老院见，行吧？适婚男生他们现在正在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回击当下扭曲的婚恋观，为将来制造出一个男女婚恋平等的年代。话说现在有很多女生她真的是挺作的，谈恋爱要各种考验男生，测试男生，全过程她必须得是一个被付出的一方，各种节假日的礼物转账红包不说自己连一点回馈的意思都不会有的，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接受。他们的思想就是你不是要追求我吗？那就得拿出这些行动来，最后点不点头，满不满意，那当然得看我的心情。要说到结婚，那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一个男人要把她娶回家就得答应她各种条件，甚至还有他们家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要真的结婚了，人家说了，那我也是富养长大的小公主好吗？你不能让我做家务，再说我也不会有的女生还不愿意生孩子，嫁过来就是从父母的宠溺中换成一个男人来宠溺，没有任何的成长。这些富养长大的女生最后基本都是这样一个结局。还有女权思想的洗脑，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韩国，他们曾经都发生过极端女权现象，导致他们的男生宁愿大量的单身也不愿意结婚了。男生躺平了之后，他们的女生不要彩礼，不要房子，不要求一切，他们的要求也一降再降，男生仍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男女真的是大量的不结婚，那么日本、韩国不就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吗？多年之后，我国的婚恋现状绝对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咱们评论区聊一聊好吗？双方都带孩子能重组家庭吗？我的个妈呀，问这个问题的你有没有带脑子重组家庭得到幸福的几率非常的低。我在这儿说点内幕。先搞清楚重组家庭那是指两个家庭的重组，而不是两个离异单身男女的简单组合。如果你们各自都带个娃，那你是后妈，他是后爸，特别是带2个男孩的，那女人你从此就得伺候3个爷
生活变得像渡劫一样，明白吗？别被那些小视频演绎的和谐给成功忽悠了啊！你信不信你儿子会觉得你眼瞎？怎么你看上了他？他儿子会觉得你破坏了他的家。这个男人是他老爸，怎么能成天跟你幸福恩爱？他会想他的老妈。这老男人会合计，你儿子天天吃他喝他，也不叫他爸，付出都是打水漂，何必那么上心替别人养娃？这女人也得合计，为啥你挣的钱都给你的儿子花？那我得联系孩他爸，再多给点补贴，不能让孩子受了委屈。男人也得联系孩他妈，多给孩子点母爱吧。别人的爱呀，始终不如亲生的。这个时候，女人你所有的付出和努力啊，都是白搭。可能你还得带着孩子呀，寻找下一家。这个就是大实话。这也就是重组家庭的命运啊！你们所有的家庭矛盾啊，几乎都来自孩子和钱。你们真的逃不了各怀心思、同床异梦的。想找到和谐和幸福，恐怕比登天都难。你想象中的美好，都会被现实彻底打得碎碎的。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的战胜人性，活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把重组家庭过得活色生香的，太难了。那得需要很高的智慧的。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女人你要想明白，选择重组，你就要更加的独立，内心要更加有力量。不管你是在精神上的还是在经济上的，对对方所有的依赖都会让你更加的艰难。而男人选择重组呢，你就得放弃那些小肚鸡肠的算计和不尊重，否则你估计也只能继续带着孩子自己过。所以重组要谨慎，选择要明智，你们说对吗？我真的是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两句。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真的是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真的是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他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问我们能不能帮他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广而告之一下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这些女孩子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她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
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啊，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啊，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现实啊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啊，那种物质条件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那实在是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做个三姐吧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离婚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呢，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还是二婚的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为什么呢？我说这种话可能又会得罪女人了但是这些女人呢，我希望你们别不爱听。事实就是很少有女人不需要婚姻的，而经济能力比较强的男人呢，对婚姻的依赖性才是越来越低的。现如今呢，男人们都是自己挣钱，自己花钱，买房买车都靠自己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哪怕是那些感情良好的夫妻离婚之后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愿意再婚的，除非他遇到一个让他非常心动的女人。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刚刚离婚不久他们就急需要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很多晒离婚证的几乎都是女人，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性。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一大波的女性会坚持说我什么都有，要男人有什么用呢？她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问题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往往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提出的条件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实际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其实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其实是非常被动的，这个时候他们呢又会自我安慰了说要男人来有什么用呢？钱我自己挣，娃我自己养，房子我自己有，车我自己能开。其实真的有这种底气的女人呢，说这个话也就罢了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但是呢，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她也跟着说男人真的没有用。那男人真的就没有用吗？从大的来讲在保家卫国和抢险救灾的事情当中，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吗？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往小了说，家里的苦活累活重活大多数不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电话，对吗？你说你能独立生个孩子，那没有男人你也生不了吗？是不是？没有他们，女人只能活成个女汉子呀。现如今的社会呢，有一部分的女人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她都会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的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
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个婚就变着法儿要索取男人的付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是不是男人啊？两个人闹矛盾了，他一定是那句话，为什么你就不能让着我一点呢？嘴上喊着男女平等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而男人呢，既要累死累活的赚钱养全家又要支持他们，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又喊着要独立，要求享受的同时又要求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更现实，真情都留给了前夫精力都留给了他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为了保命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作为大城市的女生她们呢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在这里想嫁一个好男人真的是太难了。首先，大城市的优质男人相对于2、3线城市确实挺多的，都是一些高薪白领事业有成的男人，还有很多是家境优渥的富二代们。他们都是有房有车，手里也都不缺银子，但是他们对女友的要求也是特别高的，甚至高到了有点变态挑剔到了极点。你要是长得不够漂亮没有一个好的身材，或者学历不太高，家境不太好，或者说你的家里姊妹比较多，甚至你有一个弟弟，或者父母离异的单亲，都会成为他们 pass 你的理由。对这样的你，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的。这其中还有一些花心大萝卜大渣男在外边有各种的小姐姐交往回来了还给你甩脸子要求你这要求你那，事后的不合心意随时就能换了你，真的是能力越大心越黑。而且呢，大城市里的女孩还得时刻保持着一种状态，她必须得塞个假包吃点素食让环保成为口头禅呢。因为只有这样才敢说自己一双靴子穿了1年了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只包，在朋友圈刷爆了这个照片，之后还要想办法再弄一个。对于普通家庭背景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消费压力真的太大了，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为了让自己显得不穷酸，她们不得不成了月光族，要么就披星戴月的拼命搞钱，要么就费尽心机搞男人的钱。最后呢，大城市的男生普遍比这种女生都要娇气。说起来也真是不太好听，但现实是很多的男生真的是像被红太阳抚养长大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因为领带的颜色不适合都会发脾气或者会因为咖啡没有加奶都要骂人，甚至会因为升职加薪没有到位都想停止努力了。他们也会因为一次失败的恋爱就放纵自我。可是如果你在他的身边你生了个病需要他照顾的话，这个时候这些男生恐怕连给你端一碗热汤都做不到，他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但是偏偏呢，女生又慕强，穷男生根本不给机会，条件好的男生又把握不住。为了不将就不下嫁，女生最后都想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前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最后都成了优秀的女汉子们。所以说大城市女生不好嫁真的是实至名归的。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如果你感到你的身边确实缺少靠谱的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放到外面去出去旅游，出去交朋友参加活动认识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或者到我的评论区留言到我这里领一个也行你的 Miss Right 肯定正在哪个角落等着你，但是你一定得行动起来，好吗？现在有很多女生都在抱怨男生不追她们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天我这来了一个90年的男生是被他妈妈死拉硬拽带过来的。可是这个男生呢，死活就说相亲可以但是让我追女生这个事儿我不干，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的呢就别开始让我去当舔狗门都不会有他说现在的这些女生大部分是不值得男人去追求的。再说了追来的那算是爱情吗？不过是一场交易，一场博弈罢了。女生就是要考验男生用花钱的态度来衡量男生的诚意度感情都被物质化了他后边说的这些话是我听到的关于现在的男生不追女生的最精彩的版本。他说我每个月辛苦挣的钱追一个女生吃顿饭好几百，看场电影小100，就连喝杯奶茶也要几十块。
那我工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关键是我也看不到前景如何呀，对不对？你看，就算我玩游戏啊，打个 boss， 我还有血量显示，对不对？但是我追一个女生呢，我就算拿出各种的技能啊、装备啊、突击啊，到最后一看呀，你怎么连一个血点都没剩下？这有啥好玩的？你说啊，就像一个刮刮乐，我刮的都是谢谢你，那我还想往下刮吗？我都不会有什么兴趣玩了，对吧？其实我向自己喜欢的姑娘表达心意，送礼物、吃饭啊、看电影啥的，我觉得都是挺正常的。但是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种明明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男生，还享受着别人对她好的女孩，接受人家的约会，接受人家送她的礼物，最后花了人家一大堆钱，然后说咱们不合适，走人了。可是我说，你要是对人家男生根本就没有意思的话，或者说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要往恋爱方向发展的话，你干脆直接就拒绝他就完了，干嘛扯那些说什么这是我对你的考验？那他从小到大有没有大人教过呀？拿别人的手短，吃别人的口软吗？很多女生连最基本的互动都不懂啊，只接受不付出，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有些女生心态真的有问题，一见面就要包包、要口红、请吃饭，难道她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吗？这些都是明确关系之后才能做的事情，好吗？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凭什么我要给你买礼物？我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不相干的人花钱？你不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还要享受着女朋友的待遇呢？还有一些男的我也不理解，他们就喜欢做舔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你舔她干嘛呢？你舔自己的老婆不好吗？那还说明你是一个不错的人，懂得疼老婆。你跑去舔别人的未来老婆，就好比游戏账号都不是你的，然后呢你还花大把的钱去买皮肤买装备，结果人家还不让你玩你做这种的大冤种你何必呢是不是太丧了？反正我一直觉得追求一个女孩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绝对不是过度的。在经营感情和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和金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很愿意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但是给不相干的人花钱那就免了吧，我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凭什么？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些话到底对不对呢？